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今天是2023年的10月30号，10月份很快就过去了啊，一眨眼间 ，LK99 的话题啊已经热了快3个月了啊。今天我们聊3个主要话题，一个是 B 站的科学春晚，很有意思。第二个呢是中南大学和华南理工的论文发表之后啊，一些变化，包括老刀啊可能也宣布倒了啊，以及他论文的这个情况。那第三个呢，我们就聊一聊韩国网友新做的这些磁铁的小实验啊。我们先说科学春晚的事儿，我是在微信群里听到这消息的，我一听我吓一跳，我说这没过年的呀，所以我今天强调一下，今天是10月30号，你们怎么春晚都出来了呢？原来是呢，这个 B 站啊是发布2023年的5大科学焦点榜单啊，就搞了这么一个晚会所以他们有的媒体叫科学春晚。那 B 站啊，大家知道是一个二次元的网站是吧？都是年轻人比较多。那我呢，在这里边是绝对是高龄的了。当然，我 B 站啊之前更新的比较少啊，因为 LK99 的话题我才开始持续更新。那现在 B 站突然转行做科普了吗？并不是，而是科普确实有很大的增长啊。B 站自己举例子是啊，单就AIGC 这个门类啊，视频播放量已经达到90亿 ，UP 主上传了330多万条的视频啊。那当然了，今年5大焦点科学事件，第一就是 AIGC， 第二是什么？史文超导 LK99， 第三呢是脑机接口，第四是黑洞，第五是可控核聚变。所以 B 站发布这个榜单啊，主要还是根据它的流量啊、它的播放情况以及这个关注情况，做了这个5大科学焦点这么一个视频节目。开始的话呢，就是那个光学隐身的里边呢，是一位院士啊，搞光学的院士叫祝君浩啊，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啊。那么第二个呢，这个就是天才少年智慧君他搞的这个机器人我觉得月球需要这样机器人嘛，不如把这个机会让给我们群里边正在搞微重力烧 LK99 的几个朋友，是吧？那后来呢，主要还是 AIGC 是抢了最大的风球啊，并且把百度的 AI 呢又鞭尸了一次。那弱智吧各种挑战文心一言的这个段子又出来了啊。这是 B 站的这个科学晚会我觉得呢，因为之前啊 B 站我就是看看这个吉他弹唱的这个谱子或者一些演出，我 B 站看这个，别的我没看过啊。就从 LK99 开始呢，我才开始比较多的这个观看 B 站啊。B 站内容确实还是比较有意思的，确实 AIGC 里边，比如说你想学一些 AI 工具的使用啊，包括一些换脸啊什么，它都有手把手的教程，这确实是不错的。那除此之外啊，这个 B 站呢经历过这个从去年年初到今年开始啊，好几次比较大的这个波折和事件，可能他们自己啊也在琢磨这个事儿。当然，我觉得科普类啊还是比较小众的。虽然 B 站自己说呢，你看这些年轻人在这么一个注意力稀缺啊，一切追求强刺激的这种时代，都刷短视频嘛，这么多年轻人愿意静下心来啊，关注 AIGC 啊，什么史文超导、可控核聚变，你看这是确实是值得这个称颂的。科学啊，它是有这么一个魅力，但是啊，在这个科普浪潮中，年轻人呢不应该仅仅是被灌输知识的一方。实际上在这次 LK99 的这个复现过程中啊，有很多的年轻人啊，他们有各行各业的绝大多数很多都不是什么凝聚态超导的，都参与到了这个领域中。我说的这个领域可不是像我们这些中国人民科技大学民科毕业的啊，是正经的博士啊，正经的什么金属啊、化学呀，甚至什么生物医学都有可能参与到了这个LK9 的复现里边，这就是给这个科普啊是加了一把火啊，只靠那些大家专家们，实际上是影响力是很有限的。那我最近啊也是专注于科普，发现呢这个科普，首先我自己感兴趣啊，我自己也有想了解它的愿望，尽管呢年龄比较大了，你让我再看范围分方程是吧，看 DFT 啊这些密度函数什么的我是看不懂，但是呢我是有了解它的这个愿望啊，所以呢过去3个月啊做了大概有
100来期的关于 LK99 的视频啊，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说，做垂直度这么窄的一个领域，对我来说也是个很大挑战。不过好在呢，现在 LK99 啊，逐渐的，这不能叫热潮过去了啊，我们可以不那么紧盯了。所以现在呢，我开始做一些其他门类的科普视频啊，希望大家呢给我持续的支持啊，包括拍砖。这是 B 站的科学春晚啊，这是咱们今天聊第一个话题。那第二个话题啊，我们就聊一聊在中南大学和华南理工那个论文，就是牛建渣他们那个团队的论文发表之后一些变化。当然，我是最早试图解读这篇论文的，我只是说用试图是吧？我做的是比较早啊，论文一发出来，第一上午就做出来了。但是呢，我的解释啊是很不完全、很不完整，也是只是从一个小角来探讨它的研究的内容啊。很多的这个大家啊、大号们啊，包括何教授啊，还有其他的在知乎上这些大神们，他们给了详细的解答。那在这之后啊，老刀同志好像是受点刺激。那刀老师呢说，我要发布我的成果了。老刀呢也在这个我们说复现者联盟这个微信群里边啊，我是被一个网友叫归来这么一个朋友把我拉进去的啊，拉进去以后呢，很受刺激，里边内容太丰富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还不能说，因为人家是黑暗森林状态，就是说进去的朋友啊，你可以往里贡献信息，但是你不要讲啊，因为这里边涉及到很多研究者人家的这个论文还没有发表是吧？所以我也在遵守这个规定，所以我没进这个群之前吧，其实信息还是比较多的。我看 Twitter 看知乎，一进群之后吧，反而感觉到有点受限制了，自己总担心不要影响别人。那老刀这个事儿呢，很快啊，在知乎、在 Twitter、在其他方面都有介绍了。就是老刀呢，明确表示我倒了，那并且是我是彻底的倒，我阳历年前后要发论文，这就给了大家一个强心针。因为这个我听默默说呀，这个默默大神啊，就是在韩国那位朋友，他说呢，这些韩国的导派啊，也在琢磨在中国研究超导这些人都是干啥的。比如说张自力老师，张自力老师清华的，那这是他认可，不管你是技还是导是吧？那毕竟是搞这专业的。然后其他的这些在牛建渣是吧？包括戴博士啊，也包括老刀，包括默默，他们都在挨个关注啊，就是他们和这个接触比较密切的这个人。那我进到微信群之后啊，才知道老刀的一些情况，包括呢是一个看到过他的一张照片啊，绝对是帅哥。那现在，那我要是年轻20-30岁也够呛能赶上，绝对帅哥啊！但是搞超导的这帮博士们都挺帅的啊，看起来年龄啊应该30多岁，我觉得30是有的，35一大关啊，就这么个年龄。那具体叫啥咱也不知道，是吧？你看在牛建渣公布他论文之前，我们只知道他是中南大学的。那我最早解读那个牛建渣他们那个视频的时候还说，你看这长沙这个位置算来算去，可不嘛，和金属超导有关的就是中南大学了，就是中南工业大学。那老刀他姓字名谁，他是哪儿的不知道啊，但是有个比较确定的啊，就是老刀肯定不是搞凝聚态专业，或者不是搞超导，我觉得他甚至不是搞金属处理的。比如说渣男他是搞渣男这个他是搞这个金属处理的是吧？那戴博士呢也是搞这个冶金相关的。我感觉呢老刀不是搞这个专业的。比如理工农医嘛是吧？理工农医里边呢这个理可能性也不大。你说他是个纯物理专业的教学的什么的，他肯定和工科是有关系的，但是我还真说不准他搞什么专业的。不过我个人感觉，强烈的感觉是他应该离这个专业距离比较远，但是呢他有强烈的这种做实验的直觉动手能力，并且呢也是谋定而后动啊。这个刀老师一看，我觉得他肯定是个老师啊，至少也得是个博士，我觉得应该是个副教授，得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大家都当过学生啊，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当过老师的。我因为和老师接触还是比较多的，老师是有他的一些特质的。你看我们微信群里边陈老师啊，我老刀啊，这刀老师是吧？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是老师。再一个佐证是什么呢？比如说就这个曲线啊，大家看到这个曲线就是老刀的这个MH 曲线磁值回线，这是一个典型的钻石曲线啊，就是超导的一个很特征的曲线。那这个曲线呢，他当初问过这个清华那个张自力老师是吧？张自力呢也很客气的给他回了。从这一点来说，首先啊，张老师肯定是
说事儿啊是对事儿不对人啊，这是第一个。人家虽然是季派，但是对导派呢还是支持的。第二个呢，能看出来啊，从章子怡老师回老刀的这个语气啊，或者讲的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比较平等的。那起码就是说啊，在教职啊、职位上啊，我觉得是相当的。当然老刀他是南方是北方的，这个我说不好啊，这个我说不好，咱就不瞎猜了啊，咱不挖这点事儿了。就说这个曲线来说，老刀呢确实是到目前为止比较明确的拿出了这个钻石型曲线。那这个钻石型曲线啊，其实张老师啊，就章子怡老师也做过一个小科普，我也查了相关的资料。就这个 MH 曲线呢，它就是这个测试样品在这个外加磁场下，它的磁距随着外加磁场的变化这么个曲线，这是判定一个材料是抗磁、顺磁、铁磁还是超导的一个最直观的标准。但是什么事都有但是，有这么个曲线不代表就一定是超导。但是呢，如果你没这个曲线，应该就不是超导了。实际上就是现在大家很多人可能如果有机会问老道，一定是问道老师，你的这个零电阻测没测出来？那是回过头来，我还是回到我原来说的那个点上啊。我说 LK99 导，后来默默还直接给转了，说我是强烈建议导。我导的是指大的方面，我觉得这不是个骗局。你就是说老刀这个曲线来说，哪怕他现在测的不是零电阻呢，那这个材料已经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了，我觉得是吧？当然，如果他这个成分比较杂啊，就是说提纯不了，或者是做不了薄膜或者怎么样的，它暂时测不了那个零电阻，那我觉得也到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果里边了。当然，这些烧炉的博士们啊，他们包括郑凯呆博士啊，他们对这个事儿还是比较研究的比较明白的。就是呆博士在他之前删除他的B 站啊，他 B 站的那个动态的时候，他不是写了好多，后来要删除了嘛？其中他要说到啊，他说李时培做了这么多年啊，也是博士毕业，并且对这个技术相关，他们专门盯着这个领域，他不可能不知道我们已经踩过的这些坑。你看，这就是人家搞这个行的人，人家这个比较科学客观的态度，知道这个东西啊，应该是我们在短时间内把李时培走的路线也走了一遍。那现在呢，就面临了一个关口。你比如说中南大学和华南理工，他们我先不探讨你到底是导还是不导啊。包括这个咱们这华南理工的这个华南理工的老师也说嘛，他说我们要全力推这个导，其实是给别人做嫁衣嘛，别人去拿诺奖去了，可能是。那我们就研究另外一个方面，人家研究的这个自由基是吧？那现在就是到现在为止啊，其实就可以开很多的 fork 了，很多分支了。比如说我直接就是研究它是不是超导的，我魔改，我改换路线啊，我用这个思路重新来做。那这个呢，可能需要真正超导专业的人，有很多资金和条件的反复在弄。那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通过合作的方式研究这个材料的其他性能。我觉得这个刀老师到现在为止啊，他可能还没有就是很大的团队或者合作，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不是这个专业相关的，所以现在刀老师我觉得迫切的也出论文肯定是要找合作的人。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团队啊，我觉得做得越大越好，因为他现在这个结果是很明显的啊，这个东西就是我个人觉得，我觉得他肯定是导的。那现在他在微信群里说呢，我就直接宣布导了，并且有人把这个图片还抓出来，已经放出去了啊！这个消息呢，现在推特上也有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啊，作为刀老师来说呢，实际上是有点骑虎难下了。那当然，他的证据啊也是比较确凿的，他反复做了很多次的测试。那这里边这个测试啊，实际上还是要花不少费用的。这个费用啊比我想象的要少，但是呢，也是一个不少的费用。如果不是相关专业的，那你这些经费啊什么的，可能就要通过其他途径来出。关于这一点啊，我还特意看了看这个清华的这个测试仪器的这个情况，看看啊。这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开放实验室的这么一个通告。这里边啊就提到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仪器，你看是吧？这里边就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就这个
高灵敏度磁学测量系统。哎，收费标准我们看一下，你看1小时啊270块钱。当然这个材料不一定1小时能测完，那还有呢物理性能测试啊等等。当然还有别的啊，基本上就是从200到500不等，就是清华的这个设备。所以你看看很多设备啊可能这个新的设备啊可能就是级别不够的，经费不够的就没有啊。清华设备还是比较全的，我只是为了搜费用啊搜到这儿了。所以你说这个如果呀持续做这个科研，每烧一次每做一次都要测曲线，这个费用实际上不比烧炉子的钱少啊。而且呢我在回想啊，如果李师培他们也这么做过，在最近多少年，最近几年来他们得测过多少次曲线，确实搞科研是个很烧钱的事儿，特别是这种基础的这个研究啊，确实很烧钱啊。这是我个人觉得啊，对老刀的这个MH 曲线啊它的这个导我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且这个里边是由张子立老师背书的，他为这个还特意写了一篇科普啊，就张子立在知乎上有一篇科普的文章，就讲这曲线的。哎，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看一下啊。这是关于老刀的这个导的。那第三个呢，我们就看一下有意思的这个小视频啊，就是那天说拿那个饮料管是吧？这个在拿饮料管这个做实验的那个韩国网友啊，又做了实验。这次是拿硬币，哎，拿磁铁，哎，我那磁铁在那边，哈哈。它实际上这一块啊，我都怀疑它是不是从磁铁上敲下来一块，因为它有一块磁铁是有个缺口的。他又是在做这个磁铁小实验，流量还可以，就是那个短线大王，对，就那个短线大王他的视频。还有一个实验也很有意思，也是他的这个硬币的实验啊，他弄了一摞硬币，然后呢，看他这个小颗粒的这个半悬浮吧，算是。你看这个磁铁这个角是不是缺了一块？现在这磁铁你砸碎之后缺了以后，它外边是镀了一层东西嘛，里边就是一些黑乎乎的。我怀疑这就是掉的一个小磁铁。这是。当然，韩国网友还有一个啊，在那个知乎上有个频道叫KKIIS 吧，就我们也是群里的网友，他就把那个韩国视频也拿过来了。那个视频呢，看起来我觉得是比较假的，因为他故意的模糊，他本来不必要那个拍模糊，他视频是比较模糊，然后呢，那个悬浮是一动不动啊，我感觉到比水冷那个视频看着还要夸张，所以我就没放那个视频了啊。这是韩国网友的这个小实验啊，这是今天的第三个话题。那今天聊的啊比较乱比较多，实际上我还有一个材料，就是看一看给我自己做个总结，就是刚才不是说过 B 站的呀，讲了5大科学主题是吧？哎，这是我在油管上的频道的这个页面啊，那我也特意搜了一下，哎，发现我还真能沾上，包括这个 AIGC， 大家看我搜的 AIGC 里边呢，啊，我是做视频是非常多的啊，关于 ChatGPT、AIGC 这一类的做了可能也有上百期了，其中有 AIGC 就 ChatGPT 刚出来的年初的时候做了20多期的 Shorts 啊，就是短视频啊。AIGC 呢也是我在 LK99 之前做科普类的最多的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呢，就是在 B 站排第2位的呢，就是 LK99 10分超导。哎，这个当然我也是比较多的。那目前在我的频道里边呢 ，LK99 是最多的啊。那早期的一些视频啊，我没有传，哎，有的网友已经搬到这个 B 站上了。这是10分超导的，这目前有100多期我做的。那第三个话题呢是脑机接口，哎，脑机接口我也做了不少，主要是马斯克的一些啊，做了4期关于这个脑机接口的。第4个话题啊是黑洞啊，黑洞也做过几期。黑洞呢主要是和天文相关的一些项目啊做过这个。第5个就是可控核聚变啊，可控核聚变也是在去年和前年啊，去年和今年都做过几期这个项目，所以现在啊，这个科普类啊，看起来是一个比较火的赛道。那在老高和小莫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大嘴巴、大脑袋之类的，就是那些讲的比较夸张的科普之后啊，一些严肃的科普兴起来了啊。一种呢是类似于我这种念论文形式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更硬核的，他直接给你推导的。
所以科普频道我个人觉得呀还是有的做啊。当然我现在也要不叫转型吧，我也要保持适当的垂直度，就是现在这个 LK99啊，我的垂直度有点太高了。从 LK99兴起之后啊，我增加的一部分粉丝呢，大部分都是应该是比较硬核的科普这个爱好者，或者真正搞科学的，也可能是人家随手就关注我了。但是现在呢，我原来的那大几千的关注呢，人家的都是关注我的社会类评论或者灾害类评论的，所以我现在呢做的有点窄了。我现在也在反思，所以最近呢，我在添加一些新的，一个是继续做 AIGC 的这类的话题，第二个呢是生物医药类的。包括我的朋友老范讲故事刚讲过这个司美格鲁肽，那我这次呢准备在未来几天啊持续讲 GLP-1 的这个受体激动剂，它对糖尿病啊、对肾病啊、对肥胖的我查到的一些资料，还有一个呢就是其他的就是和凝聚态啊、这个量子这个计算相关的一些比较热门的话题也要讲。那从7月底开始到现在啊。这个很多朋友啊，就给我留言评论啊，也有发私信给了我好多支持。对这些评论啊，我是一并表示感谢啊。那么以前我对 B 站不是很了解啊，那在 B 站上传之后呢 ，B 站的网友呢也特别热心啊。我对这些小孩小年轻的90后、00后，我的观感是大为改善。我觉得和我原来想的确实不一样，这个社会就是那么综合的、复杂的，不是你想象那么单一的啊！这是我呀在 B 站召开这个科学大会之后，也给自己做的一点总结。那今天和大家聊到这儿，聊得比较乱啊，比较碎，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